我叫沈云锦，镇国公府嫡长女，今年18岁。我的人生信条很简单，天大的事也得等我吃完这口再说。大小姐，大小姐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是厨房王婶又跟李叔吵架了，还是大哥养的那只八哥又飞走了？都不是，是赵家来人了，说要退婚。赵家？就是赵公子赵子昂家。赵子昂，我的未婚夫。说是未婚夫，其实我跟他统共也没见过几面。第一次见他，我连他的脸都没看清。第二次见他，隔着屏风听了几句客套话。家父家母问国公爷夫人安，声音倒是好听，像温过的酒。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他们家怎么说？那个周管事就在前厅坐着，说赵公子说了，小姐你我什么？他说你资质平庸，不堪为世家主母。退婚啊？小姐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这么平静？我跟他本来也没什么感情，退了就退了，省得以后嫁过去还要天天装贤惠。走，去看看。小姐，你就这样去啊？不换身衣裳？就这样吧。可是赵家人还在前厅，人家是来退婚的，又不是来看我穿得多好看的。那个退婚书能给我看看吗？大小姐既然想看，那便看吧。沈氏女资质愚钝，不通文墨，不知礼仪，不堪匹配。这纸不错，挺厚实的。大小姐这是何意？回头我拿回去垫桌角，正好。大小姐，这可是我家公子的退婚书。我知道啊。大小姐难道不觉得羞愧？为什么要羞愧？婚是两家长辈定的，退婚是你家公子提的，骂人的也是你家公子写的，羞愧这种事怎么也轮不到我吧？回去告诉你们赵公子，这婚我们沈家退得起，但我沈重远的女儿还轮不到她来评头论足。周管事，你回去也告诉赵夫人，她当年绣给我的那方帕子，我明日便差人送回，两家情分到此为止。夫人，这话是不是重了些？赵家退婚书都送到国公府前厅了，我若还轻声细语，倒显得我们沈家不懂礼数。小的告退。大哥，这种脏东西不用留。其实垫桌角也挺合适的。去让厨房给你炖碗姜汤，与天凉。云锦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知道，回去歇着吧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？我又不喜欢他，而是因为那封退婚书上的字，资质愚钝，不通文墨，不知礼仪。他们说的大概是真的。我不爱读书，不爱学规矩，不爱应酬，也不爱交际。若你肯学，将来未必不能替父亲分忧。小姐，背要直，手要稳，步子不能乱。这首诗今晚背完。大哥，我能不能先吃个烤红薯？小姐，国公爷说了，明日带你去城外庄子上散散心。好啊，听说庄子上的桂花树开得正好，可以做桂花糕。小姐，你怎么又想吃？天塌下来也得先吃饱再说。凉了也好吃。这条红的最胖，少吃点。这条花的太瘦了，得多吃点。小姐，你跟鱼说话，他们能听懂吗？能。哪里能？你没看到那条红的刚才多吃了3口吗？它心虚了。鱼还能心虚？当然，吃多了还不认，跟人一样。小姐，你这2日真的不难过了？不难过，赵家那样说你，外头肯定会有人嚼舌根，他们嚼他们的，我吃我的。可他们说你不通文墨，不知礼仪。他们也没全说错。小姐，但我不通文墨也没吃他家米，不知礼仪也没掀他家桌。赵子哥想退婚，直接说不喜欢我就是了，非要写那么读长书似的。小姐，你嘴上说不在意，心里其实还是气的吧？有一点。那你怎么不骂回去？骂人费力气。那小姐想做什么？想吃桂花糕。小姐，你这辈子是不是就被吃的拿捏了？也不全是。那还有什么？
睡觉。小姐，清河，你看他，她怎么二小姐有点像？不是有点？走，去哪儿？看热闹。小姐，这时候您还吃？出大事的时候，嘴里没点东西压惊，我怕自己站不稳。国公爷、夫人，老奴对不住你们啊！什么事？起来说。老奴不敢起来，老奴今日来是来认罪的。说。她才是国公爷和夫人的亲生女儿。你说什么？当年老奴在府里受了气，一时糊涂，竟将刚出生的小姐抱了出去，换了亲戚家的女儿进府。那个被换进来的就是大小姐呀！张嬷嬷，这种事你可知道污蔑国公府血脉是什么罪？老奴愿以命抵罪，可这孩子真是国公爷和夫人的骨肉啊！念晚拜见父亲，拜见母亲，拜见兄长。这眉眼与你二姐真像。念晚这些年，日日都想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。今日能见到父亲母亲，便是吃再多苦也值了。孩子，苦了你了。原来如此，难怪这一家子人精里偏偏出了我这么个草包。他大概以为我会哭，会闹，会跪着求他们别赶我走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您等等。小姐，您还好吗？挺好的。这还叫挺好？府里突然来了个真小姐，那您怎么办啊？就是馒头有点干，帮我倒杯水。小姐，你看那姑娘多好看，多聪明，多像他们家的人。可您才是在府里长大的呀。是啊，可如果我不是亲生的，那这些年的亲情算什么呢？算了，不想了。不是不难过，只是我怕一想，就真的难过了。小姐，您还没睡啊？睡不着。您是在想苏姑娘吗？我在想，她是真的吗？张嬷嬷亲口认的，还能有假？张嬷嬷说的不一定是假，那小姐的意思是？但她说的也不一定全是真的。小姐，您怀疑张嬷嬷？张嬷嬷在我娘身边伺候20多年，我娘待她不薄，所以换了孩子。是啊，受了什么气，能让她换掉主家的亲生女儿？我爹是镇国公，朝中重臣，他会不查清楚就认一个来路不明的女儿？可今日国公爷和夫人不是都认了吗？我娘那样精明的人，会只凭张嬷嬷几句话就信了？那小姐，咱们要不要查？不查。为什么？这不关我的事。怎么不关您的事？您可是……如果苏念婉真是他们的亲生女儿，那我就是个外人，一个外人操什么心？再说了，他们认了真千金，我以后说不定能清闲很多。清闲？谁会管一个假千金呢？睡吧。听说了吗？张嬷嬷昨日带回来的那个姑娘才是真正的小姐，那大小姐呢，个冒牌货罢了，早晚得打发走。我瞧那苏姑娘长得多像二小姐，一看就是亲生的。可不是，以前我就说大小姐哪像国公府的人，整日只知道吃吃喝喝，半点不像夫人生的。你们早上的粥不错，你们也去尝尝。大小姐恕罪，奴婢们不是……没事。小姐，您就让他们这么说您，嘴长在别人身上，你还能给缝上？可是他们太过分了，昨日还一口一个大小姐，今日就敢背后说您是冒牌货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们墙头草，说明府里的消息传得很快。小姐，皮蛋瘦肉粥熬得不错。您怎么还有心思喝粥？人可以不是国公府亲生的，但饭不能不吃。我可能不是一个好大小姐，但我一定是一个好的美食鉴赏家，这一点谁都抢不走。小姐，小姐，厨房出新点心了？不是，国公爷把苏姑娘叫去书房了。哦，
哦，是什么意思？您不去看看？人家父女谈信，我去凑什么热闹？那可是国公爷的书房，平日连您都不许乱进，所以我更不能去。做人要懂分寸。小姐，您不是说做人要懂分寸吗？我这是替我娘送点心，孝顺。夫人什么时候让您送点心了？刚才在我心里说的。念婉，国公府的女儿不能只会吟风弄月。父亲教训的是，回来了就要担起国公府女儿的职责。从今日起，我先教你看账册、理账目。父亲，女儿不太会算账。不会就学。你二姐在宫里管着上仪局几百号人的开支，你不求和她一样，至少也要学会管一个庄子。女儿明白。这是城南庄子的账册，里面有没有问题，你自己看。发现问题，就在旁边标注出来。父亲，今日看一本吗？3本。三本？嫌少？不少。女儿这就看城南庄子的账册，那可是我爹专门用来折磨人的东西。大哥当年看完3天，爹还夸他不错，让苏念婉一天看3本，这哪是认女儿，这是抓壮兵。爹，娘让我给您送点心来了。来得正好。云锦，你也留下，一起学。爹，我不会算账啊。不会就学。可是我看账目就犯困。那就站着看。爹，我觉得我可能不是这块料。你虽然是，但你也是我养大的，总不能什么都不懂。那好吧。姐姐也要一起学吗？看样子是逃不掉了。姐姐看得懂吗？看不懂。你呢？也不太懂。账册不是让你看字，是让你看钱从哪里来，又到哪里去。女儿明白。小姐，别吵，耳朵还没画完。云锦，你在做什么？爹，你看这只兔子像不像大哥养的那只？难怪府里人都说他不学无术，原来竟是真的。城南庄子去年收粮800担，按市价每担3强银子，应是240两，账上却记支出500两，多出来的260两去哪儿了？还有佃户40户，每户年租6两，总数该是240两，账上只记180两，少了60两。这些错我一眼就看出来了，可一个傻子怎么能看懂账册呢？念完，看账要静心，越急越看不出错。是，父亲。今日就到这里，念完回去把今日的账目整理一遍，明日我要考你。是，女儿记下了。云锦，你留下。那女儿先告退。爹，还有什么事？那本账册，你看出了什么？看出了，爹找的这本册子纸张不太好，有点透墨。去吧。那我走啦，爹也少看点账，仔细眼睛疼。哼哼，这丫头又在装。不会吧？她不会看穿了吧？不会的，我装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被看穿过。这也太难了，我根本看不懂那些账目。姑娘别哭了，仔细伤眼睛。他们说国公府的千金几亿玉石，可没人说要学算账啊。小姐，苏姑娘哭了。她好像真的看不懂。正常。您不觉得她可怜吗？她以为进了国公府就是享福，可她不知道，国公府的女儿过得比普通人家的女儿累多了。国公爷不是疼女儿吗？就是因为疼，才什么都想教。我爹想把最好的本事都塞给女儿，好让她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，都能自己扛住。可这种疼不是人人都消受得起，我就是那个消不了，所以选择装傻的人。苏念婉是那个以为自己能消受，结果发现根本扛不住的人。小姐，醒醒，
厨房做桂花糕了？不是，夫人请苏姑娘去花厅学茶道，还顺带半叫上了你。你就说我还没醒。夫人说了，小姐若不起，她亲自来请。那还是我自己起吧。叫我干什么？我又不会。夫人说，多学点总没坏处。这话最可怕。凡是长辈说多学点没坏处，后面一定全是坏处。娘，坐。姐姐也来了。来见识一下。今日教你们茶道，茶道不只是泡茶喝茶，更是一门礼仪，也是一门修身养性的学问。第一步，温杯，手不可抖，水不可洒。第二步，投茶，量不可多，不可少，多则苦，少则淡。第三步，注水，水流要稳，水线要细，不可急躁。你来。手要稳，再来。是。水流要细，不可急躁。再来，再来。这笨丫头怕是把这辈子的耐心都耗在这儿了。茶汤颜色太深，焖泡时间过长，重来。我娘不是故意为难她，按我娘的标准，这已经算放水了。云锦，你也试试。我娘，你知道我不会的，所以才让你试。娘，我说了我不会，她怎么能笨成这样？算了，你下去吧，别在这里添乱。那女儿先退下了。摔的倒都是便宜的茶具。娘这话应该是说给丫鬟听的吧？活过来了，小姐，您刚才是故意的吧？茶壶太滑，可您摔之前还特地往左挪了一下，怕烫着苏念婉。还有那套茶具最便宜，贵的都在右边。所以您真的会？不会，我只是比较会摔。可是，再来。今日苏念婉有得熬了。母亲，女儿是不是太笨了？笨不是借口，再练。你不是笨，你是没有用心。茶道看似是形式，实则是心性。心浮气躁，泡出来的茶就是苦的；心不在焉，泡出来的茶就是淡的。你的心里装着别的事，自然学不好。女儿知错，继续。是。我娘果然火眼金睛。小姐，夫人说苏姑娘心里装着别的事，是什么事啊？还能是什么？如何在国公府站稳脚跟？如何让所有人承认她？如何把我这个假千金比下去？那夫人看出来了。我娘看重的从来不是技艺。那是什么？是记忆背后的从容和真诚。走吧，再看下去，我都替他手疼。娘，过来坐。娘，今日苏念婉泡的茶你喝了吗？喝了。好喝吗？不好喝，但他是个肯学的孩子。云锦，你怨不怨娘？怨什么？怨我没有像要求他那样要求你。不怨，因为我知道娘不是不要求我，是知道我不是那块料。你从来都不是那块料，你是比那块料更好的料。不管苏念婉是不是他的亲生女儿，这一刻她是我娘，这一点谁也改变不了。大小姐，大公子让奴才传话。给我的？不是，是给苏姑娘的。大公子请苏姑娘去藏书阁帮忙整理古籍。小姐，慢点儿，你说哪儿？藏书阁。大公子的藏书阁？正是。藏书阁，那可是大哥的圣地，3层楼，藏书几千册，平日除了他自己，谁都不让进。谁让你进来的？我就看看。出去。大哥，我还没看完。出去。大哥让苏念婉去整理古籍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大公子愿意让他进藏书楼，说明接纳他了吧？你太天真了，清河，你还是太年轻。
啊，我大哥的藏书阁，书不能碰歪，灰不能落后，竹简不能放错格，古籍不能多翻一页。让苏念婉去整理古籍，不是接纳，那是什么？是换个地方折磨人。小姐，您去哪儿？去看看热闹。大哥沈晏殊，外人都说他温润如玉，可我知道他骨子里最会折腾人。念婉，这些书原本是按照经、史、子集分类的，现在全乱了。所以你的任务就是把它们重新分类整理，残缺的地方也要程抄补全。全部？全部。不急，慢慢来，以你的速度，大概3个月能完成。3个月？他以为自己进府是来当千金小姐的，结果大哥直接让他当抄书匠。云锦也来了，正好一起来。哥，我字写的不好看。没关系，你负责给我递书。你也被叫来了。同病相怜。开始吧。你可以睡，因为你不需要证明什么。不需要证明什么？是说我不需要证明自己是沈家的女儿，还是不需要证明自己有价值？我没想明白，但心里忽然暖了一下。大少爷，第一批书我抄完了。字迹不够工整。什么？重来。大少爷，大哥，我真的尽力了。我知道你尽力了，但你知道吗？这藏书阁里的每一本书，云锦都翻过。我什么时候翻过？我最多来过几次，而且每次都是来睡觉的。他虽然不抄，但他记得每一本书放在哪里。大哥是故意的，他不是在夸我，他是在告诉苏念婉，他抄了半个月，也未必比一个傻子更像沈家人。哥，我困了，回去睡了。去吧。大哥，云锦他真的记得每一本书的位置吗？他记不记得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在这里从来不需要证明什么。大哥这话说的太深了，我还是回去吃东西吧。二小姐回来了。但我知道，这朵牡丹带刺。这就是念婉妹妹。念婉见过二姐，果然是个美人胚子，怪不得父亲母亲都夸你。二姐夸人从来不是好事，她夸你，说明她盯上你了。小姐，二小姐设了小宴，只请了苏姑娘一个人。没请我就对了，请我去干什么？我又不会说好听的话。可是什么？奴婢听说二小姐是在教苏姑娘宫里的事。宫里的事？二姐在宫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能教苏念婉什么？我倒不是怕苏念婉吃亏，我是怕她学歪了。二姐的手段，那是一般人能学的吗？明天一早我去看看她。这是什么？二姐送的，说是宫里的样式，外面买不到。确实是好东西。二姐跟你说什么了？二姐教了我很多在外面学不到的东西。比如呢？比如如何在人群中脱颖而出，如何说话让人喜欢，如何在不经意间让别人记住你，这不就是宫秘技吗？还有呢，二姐还说在府里要学会察言观色，要知道谁才是真正说了算的人。
他还教我如何拉拢人心，如何在关键时刻打住。念婉，二姐教你的这些东西确实有用，那你为什么？因为她用这些手段，是她身在宫中身不由己。可你不是在宫里，你只是在家里，家里不需要这些。我看得出来，她不信，她觉得二姐教她的是通往成功的捷径，她也觉得我劝她是因为我傻，什么都不懂。可她不知道，我什么都懂，我只是选择不用。他终于在这个家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可我也知道，他学的这些东西，在这个家里用不上，一旦用上就会伤人，而第一个被他伤的人，大概就是我。这些料子我用不上，嬷嬷们若不嫌弃，就拿去做件衣裳吧。这怎么使得？平日里多亏你们照顾，我也没什么能谢的。苏姑娘人真好，可不是，比大小姐大方多了。我看啊，苏姑娘才像真正的沈家千金。大小姐那个样子，哪里管得了府里的事？小姐，你听听他们说的什么话？谁又惹你了？府里的丫鬟婆子都在夸苏姑娘，说她人好，比你大方。哦，他们还说苏姑娘才是真千金，小姐你是冒牌的。他们真这么说？还有更难听的，他们说苏姑娘迟早要接管府里的事，让他们说去。小姐，嘴长在别人身上，你还能给缝上？可是他们这样太过分了。没什么可是的，我又不靠他们吃饭。父亲，女儿看了城南庄子的账册，今年收成不错，比去年多了2成。你学得不错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女儿听说云锦姐姐好像从来没管过庄子上的事。这话说得轻，意思却很明白。她什么都干了，我什么都没干。母亲，云锦姐姐今日是不是又睡到日上三竿？女儿听说她院子里很晚才点灯，怕她熬夜伤了身子。她从小就这样，习惯了。我娘这话听着像嫌弃我，可怎么听都不像要管我。大哥，这篇赋里的典故，妹妹不太懂，想请教您。云锦姐姐学问好，可惜她今日不在。她学问不好，你问我吧。苏念婉每一次告状都被他们轻轻带过，他们像没听懂，又像听懂了，但根本不在意。苏念婉不甘心了。云锦姐姐，有件事我想跟你说。你说。父亲说下个月起把城南庄子的管理交给我，以后庄子上的人、物、钱都由我来管哦。云锦姐姐，你不生气吗？生什么气？以前那些不都是你在管吗？如今给了我，你不觉得我以前也没管过？那些事一直是张嬷嬷在打理，你要管，辛苦你了。那我就不打扰姐姐赏雨了，慢走。她以为我会难过，会愤怒，会跟她争，可城南庄子没那么简单，账面好看，实际收益却一直上不去。父亲把她交给她，不是信任，是考验。管好了是本事，管不好就证明她不适合管任何事。这姑娘太急了。国公爷，苏姑娘新定的规矩太苛刻了，每亩加租2成，每户还要多交2只鸡，我们实在受不了了。叫苏念婉来。父亲，庄子上的新规矩是你定的？是。账册上的收益一直上不去，女儿只是想帮家里多挣些银子。加租之前，你有没有去庄子上看过？有没有问过佃户今年收成如何？有没有问过他们能不能承受？女儿没有。那你凭什么加租？你以为管庄子就是坐在书房里看账册、算数字？你连地里的庄稼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，就敢加租？父亲，女儿只是想做好。想做好，就先知道什么叫民生。回去把《管子轻重篇》抄3遍，抄不完，不许吃饭。是。小姐，你说苏姑娘怎么就不长记性呢？
上次被国公爷罚抄书，这次又怎么了？又去招惹张嬷嬷了？张嬷嬷，听说苏姑娘嫌张嬷嬷手脚不干净，说她偷了簪花，然后呢？罚她在雨里跪了1个时辰，还让人打了20下手板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就今天上午，雨那么大，张嬷嬷膝盖都跪肿了。小姐，你去哪儿？去看看。张嬷嬷，大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来看看你。疼吗？老奴皮糙肉厚的，不碍事。苏念婉为什么罚你？苏姑娘说老奴手脚不干净，偷了她的簪花。你偷了吗？没有。可老奴说什么都没用，苏姑娘不信。好好养着。大小姐，别想太多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张嬷嬷不会忍太久了。小姐，不好了！又怎么了？张嬷嬷去前厅了，她说有话要说。走，去看看。二姐说的对，女子若想立足，总要有几分本事。日后我若能帮二姐一二，也算是为家族争光。国公爷，夫人，老奴有罪。说。老奴撒了弥天大谎，苏念婉，她根本不是国公爷和夫人的亲生女儿。你胡说！你血口喷人！住口！当年老奴根本没有换孩子，是他爹娘给了老奴一大笔钱，让老奴编造谎言，好让他攀上高枝，改命进国公府。你胡说！你有什么证据？有，你后腰上有一朵梅花印记，是你亲娘怕老奴反悔，用针刺上去的。不，没有。叶，别碰我！放开我！不可能！我爹娘温明说，我才是……这出戏唱的是哪一出？他们一点都不惊讶。为什么？你们为什么不说话？你们早就知道是不是？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的？从你进府的第一天，我沈重远会不查清楚就认一个来路不明的女儿。你爹是城南布商林德茂，你娘是林家庶出的女儿。你有个舅舅在衙门里当差，你的祖宗18代我第一天就查清楚了。那你们为什么不拆穿我？因为日子太无聊了。国公府的日子多闷啊，每天无非喝茶、赏花、听戏，翻来覆去都是那些事。好不容易有人送上门来，不逗逗你，岂不是辜负了你和你家人的一片苦心？你们拿我当什么了？我正愁那些账册没人看，你肯学肯干，虽然资质一般，但好歹让我过了把教女儿的瘾。我那些茶道礼仪也总算有地方施展。看着你从一个什么都不会的野丫头变得有模有样，倒也挺有成就感。让你抄了那么多书，虽未开窍，但总归认识了不少字，将来也不至于做个睁眼瞎。我教你的那些手段，你学的倒是快，只可惜脑子跟不上，用的乱七八糟。不过看你在府里上蹿下跳，倒也解了不少闷。忽然觉得这枣泥酥也不香了，不是因为不好吃，而是因为我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。如果他是假的，那我呢？我是不是……那他呢？他是不是也是假的？云锦，云锦是我们亲生的。不可能！如果他是亲生的，那你们为什么还要找一个假的来衬托他？云锦，你以为你在演戏，其实是我们所有人在陪着你演。
从你3岁那年，故意把墨汁泼在自己身上，逃避你娘让你描红，我就知道了。从你5岁那年，从假山上不小心摔下来，从此再也不肯去花园，我就知道了。从你7岁那年，在我书上画乌龟，却说哥哥的书太深奥，我想画个能看懂的，我就知道了。从你10岁那年，我第一次回府省亲，所有人都在巴结我，只有你问我宫里吃得好吗，我就知道了。原来他们一直都知道，我自以为天衣无缝的伪装，在他们眼里，从一开始就是小孩子过家家。那你们为什么不戳穿我？为什么要戳穿？因为我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不优秀就不会被寄予厚望，不突出就不会被推出去联姻，不聪明就不会被卷入纷争。我们知道，所以我们陪你演。我们只需要你开心，不需要你优秀。这个家，你在外面受了多少委屈都没关系，回家就好。我以为被嫌弃了14年，其实是被偏心了14年。我以为要小心翼翼的演戏才能活下去，其实是他们一直在为我搭台。喝了，别着凉。大小姐，国公爷让老奴送来的。送你。哥，以后想睡就睡，别睡在风口。这个给你。二姐，你不是最宝贝这个吗？再宝贝也没有你哭起来吵。不是难过，是太开心了，开心到不敢相信。那些东西都是给你的，你带走吧。我不要，那是你们沈家的东西。你现在要走了，以后用得上。我说了不要！你是不是来嘲笑我的？不是。那你来干什么？来给你送这个，昨晚让厨房做的，还热着。你不恨我？恨你什么？恨我冒充你家的女儿，恨我想抢你的位置，恨我陷害你。说实话，有点生气，但没有恨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也没有多坏，你只是太想有一个家了。我爹娘他们不是坏人，他们只是想让我过上好日子。他们以为进了国公府，我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。他们不知道，这里根本不是凤凰窝，这里是虎狼窝。你怎么知道我想说这个？因为我也是这么觉得的。你以为我为什么装傻？不就是怕被他们培养成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吗？你不傻，你比谁都聪明。不，我只是比谁都懒。这里是一份嫁妆，不多，但够体面。你有天分，别荒废了。书不是用来显摆的，是用来明事理的。遇到难事，可以拿着这个去城南找王婆婆，她会帮你传话给我。这个给你，你做的？我做的。明明是厨房王婶做的。云锦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让我知道，这世上真的有人会无缘无故的对你好。小姐，你说苏姑娘以后会过得好吗？会的，因为她已经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了。娘做的枣泥酥最好吃啦！后来我听说苏念婉在江南遇到了一个教书的穷书生，两人情投意合，成了亲。婚后开了一家小书铺，日子不富裕，却很幸福。
爹娘，你们是不是觉得日子太无聊了？确实有点儿。那我们再找一个假的来玩。二姐，你当这是养宠物呢？那你说怎么办？你又不肯学这个，不肯学那个，我们总得找点事做吧？谁说我不肯学？我会很多东西，只是以前不想让人知道。你会什么？这是你绣的？绣了大半个月。这兰花不错，有乃父之风。爹，你懂刺绣吗？我虽然不懂，但我觉得好看。这绣工放在宫里也是一流的。云锦，你什么时候学的？娘教我的时候，娘每次教苏念婉，我都在旁边听。虽然你们以为我在睡觉，但我都记住了。那你为什么从来不说？因为我怕你们知道我会了之后，会让我学更多。你这孩子，你不想学就不学，谁还能逼你？真的？真的。那上次你说要教我算账，不教了，不教了。那娘说让我学茶陶，不学了，不学了。那哥说让我抄书，不抄了，不抄了。那二姐说让我学宫里的规矩，你学那个干什么？你又不去宫里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从明天开始，我要每天睡到自然醒，想吃就吃，想喝就喝，想绣花就会花，想晒太阳就晒太阳。行，你高兴就行。云锦，你从来都不差，你只是用你的方式在爱这个家。娘，好了好了，别煽情了。既然云锦会刺绣，那正好，我宫里缺一批绣帕，你帮我绣几方。二姐你工钱照付，那我要双倍，成交。从那天起，我不再装了，不是忽然变得多厉害，而是我终于知道，无论自己变成什么样，家人都会在身后替我撑起一片天。国公爷，这是城南几处铺子的进项。爹，这个数字怎么是红色的？红字是亏损，说明这笔买卖没挣到银子。那为什么还要留着？有些亏损是为了以后更大的进项。不用记，听个乐子就行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娘，还要慢些喝，没人跟你抢。以前我怕娘让我学茶道，现在才知道，她只是想和我多坐一会儿。我要找春秋代入。这里。那齐民要术呢？这里。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？每次来藏书阁，我都在看这些书籍上的字，看多了就记住了。你这些年真是辛苦了。不辛苦，挺开心的。小姐，这次做什么？宫里新方子桃花酥，那做出来给谁吃？我吃一半，剩下一半给他们。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的过着，没有大起大落。能吃，分明很好吃。云锦有天赋，比苏念婉强。下次多做点。小姐，你有没有想过以后要嫁个什么样的人？嫁什么人？小姐，你都18了，总不能一辈子不嫁人吧？为什么不能？小姐，好啦好啦，这种事以后再说，先把今天的桂花糕吃完。小姐，你又来了。我忽然想起小时候，最重要的不是有多大本事，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进，什么时候该退。那时候我不懂，现在我懂了。我退了很多年，不是因为我不能进，而是因为我选择退。这个家里每个人都在外面冲锋陷阵，我爹在朝堂，二姐在宫里，大哥在翰林院，妈一个人撑着整个国公府。他们已经很累了，所以我选择当他们回家时，
那个可以让他们放下所有防备的人。我不用聪明，不用优秀，不用光芒万丈，我只要做那个在池塘边喂花糕，在厨房门口等烤红薯的小女儿就够了，因为他们爱的是我，不是我有多厉害。这里收针要轻，不然花瓣就僵了。我记住了。国公爷，夫人，老奴又找到一个流落在外的。哦，我去厨房看看今天吃什么。这位是城南李家的公子，说是跟咱们府上有救。得，又来了，我还是继续傻着吧。